看看这个黑人大叔有多狠！一群顶级特工正要对他用水刑，逼他说出那份足以颠覆中情局的绝密。可面对这些地中之地，大叔竟然淡定地指挥他们如何用刑。首先，毛巾加水需要600克，绑好我的手脚，防止乱动。再将毛巾盖在脸上，放倒板凳，往毛巾上注水。要知道911的主谋才坚持了不到20秒，他竟然足足挺了5分钟。显然这招对他不管用。殊不知大叔在28年前就已经位列传奇特工，同时还是一名顶级心理专家。当年他仅用3个月便瓦解了珍珠党高层，然后又用了几年收买无数有价值的线索，被世人称为情报巨头。仅凭一己之力就改写了情报局审讯程序，可惜后来被怀疑泄露情报给摩萨德，导致老黑心灰意冷离开中情局。就是这样一位狠人，如今却因为一份档案遭到老东家追杀。为了搞清事态全貌，我们将时间线拉回到1天前，老黑上厕所时察觉到一丝杀意，于是用注射器将装有绝密的芯片植入皮肤。很快杀手就追了上来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祖师爷一样的高手，几个摆拳再加一记摸头杀，战斗瞬间结束。然而杀手不止这一个，对面的高楼还有数名狙击手。当一个黑漆漆的人影出现在街头，狙击手瞬间锁头扣下扳机，然后用一块糖骗小孩去确认目标。不出意外，这是老黑搞的障眼法。与此同时，老黑在一名情报局老友的带领下从后门离开，老友以性命担保，自己绝对没有透露老黑的任何行踪。很快，汽车失控被撞停在马路中央，老黑连忙下车混入人群。这里刚好有一伙游街民众，可杀手也紧随其后，在大批杀手的追击下，很快就暴露了行踪。老黑见状，直接开枪制造混乱，将杀手的包围圈冲开一个口子，然后借势逃之夭夭。可他实在小看对方要动他的决心，身后的杀手只是冰山一角，附近街区已经被敌人通通封锁，老黑被卡在中间，进退不得。这时他注意到街对面的领事馆，连忙选出众多护照中的一个，然后淡定地走到领事馆大门。杀手也不敢在这里轻举妄动，只能看着目标的身影消失。话一出口，中情局高层集体震荡。20几年前的传奇特工重现江湖，当年他带着大量情报消失，现在得知他在领事馆，中情局立刻派出1队人马审讯老黑，否则一旦让他回国就彻底没机会。斯沃特空军基地，一支全副武装的小队整装待发，预计1小时就能抵达南非安全屋，也就是老黑被关押的地方。另一边，身处南非的安全员马特接到任务，卧底多年的他以为被组织遗忘了，如今终于被重新启用。可接下来的指令让他一脸蒙圈，此次任务级别竟然达到惊人的4级，也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能离开岗位。他连忙打给女友，谎称公司加班，可能要晚点才能回去。看来女友还不知道他卧底的身份。很快，特工小队抵达安全屋，在马特的授权下进入专属电梯，直到目标被摘下头套，他才认出这是特工界的传奇老黑。一众特工用尽手段也没能让老黑说出半个字，看来能被誉为特工界祖师爷真不是说着玩的。就在这时，安全屋外枪声四起，众人有些疑惑，竟然有人能找到这里。马特被安排看守老黑，其他人外出迎战。来人正是那伙追击老黑的杀手，对方的火力很猛，战术运用的相当娴熟，一众特工竟然丝毫不是对手，场面瞬间变成一边倒。随着房外枪声停止，马特输入密码打开房门，走廊里已经空无一人，只有特工小队的队长在地上不停蠕动。杀手走上前问他老黑在哪，队长犹豫一下便被一枪送走，转身对整栋大楼进行搜索。马特知道安全屋已经不再安全，于是连忙带着老黑撤退，随便从大街拦下一辆车逃之夭夭。杀手听到这边的动静追了上来，双方在大街上展开激烈角逐，可杀手人多势众，再这么下去跑空油箱也甩不掉。最后关头，马特灵机一动，朝路边的围挡冲了过去，果然置之死地而后生，顺利摆脱杀手围捕。经过一路逃亡，马特带着老黑来到一家旅馆落脚。老黑懂事的将自己锁到水管上，然后开始给马特洗脑。安全屋出事总部不会给你任何支援，只会让你到固定的地方取走包裹，里面有下一处安全屋的地址。可你想没想过被列为机密的安全屋为何会被找到？马特也怀疑是内部出了叛徒。老黑又说，他们招你的时候跟你称兄道弟，出事的时候你就是背锅侠，不信就走着瞧。一手策反的功夫让他玩得出神入化。随后马特跟总部进行汇报，和老黑说的相差不多，现在没有多余的人手过来支援。一句话让马特的心沉入谷底。不过上级也是懂画饼的，他表示在绿点球场的储存箱里有定位装置，找到他就能带你去下一个安全屋，并承诺只要带老黑抵达安全屋，保证他回来官升一级。给心灰意冷的马特又打了一针强心剂。很快两人抵达绿点球场，这里正举行比赛，人山人海。马特找到储物柜，取出里面的定位装置，可就在离开时，老黑对着安保大声呼救，声称自己被人绑架。安保人员迅速上前，马特是有嘴说不清，无奈只能掏出武器，结果场面更加混乱了，猝不及防之下被一棍放倒。马特被带到安保室审讯，老黑则是被送进医务室疗伤。然而没出5分钟就传来医务室遇袭的消息，通过监控看到老黑逃向3楼，
众人立刻前去围捕。等到他们走后，马特突然发难，毕竟是中情局出身，对付2个小警员还是绰绰有余，分分钟便结束了战斗，拿上武器和 GPS 追了出去。经过一番寻找，终于在广场上看到老黑的身影，刚要上前抓捕，一名警员发现他手里的武器，果断鸣枪示警。偌大的广场乱成一锅粥，老黑趁机逃离，马特被警员压制的不敢还击，对方竟然不顾民众安危疯狂开火，无奈之下他只能一枪放倒警员，然后一溜烟钻进地下通道，在一个角落里和老黑相遇。可他哪是老黑的对手，一个电炮局势就变成一边倒。老黑只是淡然一笑，接着扣下扳机，留下一句我不杀菜鸟，便转身离开。侮辱性不大，伤害性却极强，但他并没有放弃，立刻将这里发生的事情上报总部，表示自己会将功赎罪。可上级却让他前往领事馆交接工作，就算是傻子都能听出来，他击伤警员还放跑了老黑，明显是让他回去背锅。挂断电话，2个高层吵了起来。金姐认为是马特搞砸了一切，大山却说金姐派去的小队不堪一击，这才导致任务失败。局长让他们别吵了，通通都给我去南非把老黑找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老黑取出体内的档案芯片，这里是不能再留了。他剃掉头发，整理了胡须，恢复曾经干练的妆容，然后对着照相机美美的拍上一张。没错，他要办理假护照离开南非。另一边，马特刚要坐上回国的列车，只是排上突然闪过一个叫兰家镇的地方，脑海里的片段一闪而过。当时他带着老黑逃亡，看到兰家镇，老黑的脸上有明显的神色变化。他判断老黑的下一站必定是兰家镇，于是立刻来到就近的网咖，以特工身份登录中情局系统，查到兰家有一个著名的假证专家，他便猜到老黑想要出境，殊不知他的一举一动都被总部看在眼里。很快，老黑来到老友哈维这里，他就是著名的假证专家，2人相识多年，老黑对他极其信任，将芯片里的内容告诉了哈维，里面全是中情局一些见不得人的交易，一旦曝光，整个中情局都得大换血。他也因此遭到无尽追杀，现在急需一张新护照。哈维表示没问题，分分钟便拿他的照片做了一个假证，临走时还奉劝老黑少趟浑水。随着枪声响起，大批杀手将这里团团围住，可怜的哈维一家被团灭。老黑来不及心痛，转身要从房顶离开，然而刚出来就被杀手发现，一通扫射险些命中要害。这时赶来兰家的马特及时现身，出其不意之下放倒枪手，看见老黑逃跑的方向，他连忙驾车追赶。在马特的掩护下，老黑连忙跳下集装箱，在杀手的眼皮子底下逃之夭夭。躲过一劫的老黑满脸杀意，这群瓜娃子敢殃及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发誓要让对方付出血的代价。说话间就被横向驶来的车子撞得人仰马翻，2人立刻弃车逃离，来到老黑最擅长的游击战。马特来了一招声东击西，率先出手，老黑也不甘示弱，分分钟便解决2个小咖了。可他却一时大意，被倒在地上的杀手一枪命中腰子，气急败坏之下直接清空了弹夹。这边马特活捉一个，他质问杀手为谁工作，为了活命，杀手连忙说自己是中情局派来的。马特听到后陷入深深的迷茫，作为菜鸟期的特工，第一次感受到组织内部竟如此混乱。老黑早已见怪不怪，这也是他当初离开中情局的主要原因。要是没有事情发生，大家都十分和睦，可一旦出现问题，弱肉强食在这里就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有时候为了封口，就连内部人员的家属都不会放过。马特的心里五味杂陈。随后2人出发前往下一处安全屋，一路上十分顺利，总算是完成任务，将老黑送到目的地。殊不知一场天大的危机即将降临。与此同时，中情局2位高层赶到南非，金姐得到线报，老黑之所以被追杀，都是因为一个芯片档案，但谁也不知道里面隐藏着什么。大山的表情略微有些波动，趁金姐不注意，果断扣下扳机。他竟然就是中情局里的叛徒，目的就是抢回老黑手里的档案，否则连同他在内很多高官都要出事。安全屋里，马特正和安全员探讨人生，对方却突然发难，2人在厨房里大打出手，抡圆了膀子就是干，硬生生的互相伤害。不过为了接下来的剧情发展，安全员只能一个不注意被马特锁住，当场送去领了盒饭。他用尽全力来到老黑房间，问他这一切事情的缘由。老黑也不再隐瞒，将芯片拿了出来，这里装着一份内部清单，记录所有高官的肮脏交易。为了不让芯片曝光，他也因此惹来无尽追杀。马特终于理解老黑的所作所为，原来是自己一直在助纣为虐，明白了一切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老黑拿上芯片离开。不多时，大山赶到安全屋，得知老黑被他放走，安全员也被他做掉，心情不是太美丽，于是将其中的利害关系全盘托出。一旦芯片里的内容曝光，不仅仅是中情局，很多内阁高官都要垮台。为了让他将功补过，上级命令马特把安全员的死栽赃到老黑头上，再想办法取回芯片，否则你和你的家人都难逃一死。可就在这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枪响，众人立刻被吸引了注意。只见一名特工躺在地上，便知道老黑还在附近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排查房间，大山则是被外面的大火吸引，刚要上前查看，汽车突然爆炸，大山生死不明。这时老黑开始行动，仅剩的2名杀手完全不是对手，可以说现在中情局的套路都是他玩剩下的，屠杀都被他搞成了艺术，举止投足间尽显优雅。原来老黑留下他并不是让他等死，而是让他看清这些人的真面目。马特的能力不足，但品性却是难能可贵。老黑有心结交，刚要带他走，
不料没有死透的老白抬手就是一枪，剧情再次发生反转。眼看上级还要上前补刀，马特果断一枪将他送走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还是有分寸的。不过老黑被命中要害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于是拿出芯片交给马特。老黑希望他能做出正确的选择，然后嘎嘣一下隐恨东北。回到总部，他写了一份行动报告交给局长，但唯独没提到那份档案。局长表示会破格提拔他为高级官员，不过档案的事情要他交代清楚。马特心里一紧，知道档案里的黑幕肯定有局长一份，他只能假装毫不知情。局长没在他的表情看出任何破绽，但还是带有威胁意味地提醒他。In the eyes of the CIA, you're just like Toby Frost. Frost didn't say anything about a file, sir. 事已至此，局长也不好多说什么，只是给他放了几天假，让他下周一准时过来报道。And think about our conversation, would you? Will do. I'll take it from here, sir. 心慌意乱的马特连忙走出总部大楼，他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，立刻操作手机将档案发给广大媒体。此事一经播出，便引起轩然大波。随着大批高官落马，马特也不得不消失在世人眼中，和老黑一样做个透明人。